途旅行一趟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旅行2趟。不过我今天的旅伴是很久没有来花东纵谷的伊宁。Hello， 大家好。外形甜美可人的田伊宁，其实也非常热爱运动。她的父亲是前篮球国手展家乡，伊宁自己也是2025年的世壮运射箭选手呢。以往伊宁也活跃于戏剧、电影、综艺和舞台剧，是个气质的运动系女孩。你最近有烦恼吗？我觉得我最近有烦恼，因为刚好碰到就是狗狗离开，我觉得我需要就是心灵净化一下。而且我本来就很期待可以跟你骑车，因为我知道你骑车非常厉害。可是骑车呢，我是完全没有骑过，这是我的小弱项。伊宁的强项是射箭，在世壮运的时候是射箭选手，但是骑车你平常好像只有骑 U bike 对不对？我只骑过 U bike， 而且在市区就是可能有时候为了买东西方便而已，就没有骑过就是看风景啊，然后认真骑过这种公路车。那还是说我要帮你加装个辅助轮，你知道小朋友用的那种有2个的，我觉得需要哎。我打电话联络一下花东纵谷这边的单车店家，你有帮我保保险吧？不用担心，我们这次在花东纵谷，因为有很多条自行车道或者是乡间大道，它都是非常适合新手骑车的。哦，太好了，刚好让我的心灵可以重新净化一下。对，难度不高，难度不高，不用担心。真的哦。对，下一届世壮运你还可以报单车项目，有机会哦。进化之旅 ，Go！ 关山骑自行车道，一边是中央山脉，一边是海岸山脉，它的空气也特别好，蓝天白云的话，你拍照起来都很漂亮。哇，这边真的很舒服哎，感受跟在都市骑车就是不一样吧？没错。今天刚好晒过一个很酷热的太阳之后，我觉得来这边刚刚好滋养一下皮肤。对啊，我好喜欢自己这种滑滑嫩嫩的感觉哦。对，果然是美人汤哎。你是不是有加一点点米酒或是什么呛在里头？就是一点点的米酒，a little。好像 a little， 你还给我撂英文嘞？我们已经到达了板块的交接处了。好可爱哦，这里还有脚印哎，这一边的脚印是在欧亚板块，那一边的脚印是在菲律宾板块。这个季节就是要骑193县道上的乐德公路啊，一整条的绿色隧道。我也很喜欢它的名称，叫乐德。乐德是不是有一种怡然自得？怡然自得，乐的快乐，好喜欢这里哦。哇，这边真的很舒服哎，是不是？一骑到花东纵谷里面，感受跟在都市骑车就是不一样吧？没错。今天帮我们领骑的是庄老师。老师，我知道关山环镇自行车道，它其实在文化意义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不对？是的，关山自行车道是台湾第一条环镇的自行车道，全长有12公里，哇，很长哎。它一边是关山郡，那一边是在所谓清水，就是新吕武溪，最重要是我们一边是中央山脉，一边是海岸山脉，它的空气也特别好。然后呢，这个蓝天白云的话，你拍照起来都很漂亮。关山自行车道很特别，就是它有水色，因为很多纵谷线的自行车道可能有山色，但是不一定看得到水色。对，但关山自行车道还有水圳环绕着我们，就会觉得有山有水，是双重的享受。对，而且其实我还蛮紧张的是，其实我第一次这样子骑脚踏车，就我觉得这边超好骑耶。是的，这边只要是一些缓坡而已啦，那其他都很平坦。关山镇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小镇，因为我们骑到现在完全没有其他人。老师，这正常的吗？对，很正常。真的是很清幽的小镇。对，像我在这里啊，傍晚都喜欢傍晚去骑车，日落啦、夕阳啦，早晨啦，起来的是海岸山脉的日出啊，可以拍到很美的照片。哇，那我们待会也会去某些地方打卡拍照一下。等一下我们可以到全台湾啊谁最打卡点，就是池上的博朗大道那边。因为那里有我们心目中的男神金城武。I see you。哇，看到你们好啊 ，Hello， 总算碰到其他人了。
好，那现在我们走这条路是伯朗大道。伯朗大道在台湾非常有名，好漂亮。对对，那伯朗大道呢，原来的这地名叫景星山路啊。那伯朗大道是因为多年前这边广告，因此得名的。那后来呢，又金城武在拍代言长隆广告，所以呢，这条路上面最有知名的就是那个金城武树，这条路呢很漂亮，而且旁边的稻田除了漂亮之外，我觉得他们还很珍贵。英妮应该有听过池上米吧？我跟你说，我刚刚坐火车来的时候，我就是吃池上便当，所以我刚刚就瞬间一直看那些稻田，我想说，这就是我刚刚吃的池上米对啊，你吃的米就是从这边长出来的。池上米主要是用卑南溪的水啊，池上啦、关山啦、富里啦这一带的米啊，都非常好吃，非常有名。我这样看着这些在茁壮当中的稻米，突然觉得好想吃便当，突然很饿。对啊，有没有一种突然很想吃白米饭的感觉？我觉得那棵树很眼熟，那个就是金城武树，前面就是男神的树了吗？这个就是，对，这就是传说中的 ICU。姐，你果然是骑单车的行家，你怎么知道我肚子饿了，需要热量？我不但是骑单车行家，而且我还是美食行家哦。所以我出来，大家都知道来玉里就是要品尝羊羹，可是我带你吃的这一间，它在羊羹上面还做了一些创意的变化。这是水羊羹，它在制作的时候添加了比较多的水分，所以口感上面会比较清爽哦，就很适合夏天。而且你有看出来它的形状吗？它的形状，该不会是小山吧？是我们刚刚经过的中央山脉吗？没错，来品尝看看吧。好，我要开动喽。它插下去其实还蛮水的，跟我想象中的羊羹很不一样对，红茶淡淡的红茶香，然后有点柚子的清香。好特别哦！你很会吃没错，它这里面就是结合了各种的在地意象，比如说你吃到的柚香，它是附近东风盛产的柚子文旦，另外呢添加了附近赤科山的红玉红茶，所以你吃起来就有淡淡的茶香，而且它不会很甜，然后是那种很清爽，会回甘回甜的那种感觉，就是最适合骑完车吃啦。我们已经从玉里的市区来到安通，安通这个区域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温泉，所以我们今天要泡温泉。那当然哦，太好了！我觉得我今天骑脚踏车其实蛮累的，脚有点酸。我已经计划好，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安排泡温泉，让你明天可以骑更多车。所以我们是住这边吗？对呀，这边看起来好像一个大木屋，对，有日系的感觉，也有一点点欧式相结合的建筑风情。而且你不觉得它最棒的地方是它有一种被森林包围的感觉吗？有感觉很像森林秘境。我们刚刚从下面走上来的时候，其实就有感觉好像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这个神秘的地方一定有森林精灵在里头。我们去找那个森林的精灵。好 ，Hello， 你有小精灵，小精灵没有啦，已经是大精灵了。哎呀，什么大精灵、小精灵，反正只要可以盖出好房子，可以打造这么美丽的环境，有这么多的森林，就是好精灵啦，对不对？好精灵，其实每一棵树都是精灵，每一棵树都是精灵。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澳洲茶树。为什么想要种澳洲茶树呢？第一个，山坡地要保育，因为那个树根可以抓住泥土。然后第二个，它有经济价值。我只要可以把它叶子拿下来，就可以吹精油。所以它除了保育，还有经济价值。因为我
我觉得花莲这块宝地啊，真的要做好水土保持，它才可以长长久久。一定要做保育。是，除了种满茶树，而且有很多林木包围着我们之外，我觉得这里的视野也非常好哎。因为当时我买的土地的面积大，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地方盖房子。因为山坡嘛，可以直接对着中央山脉。可以对着中央山脉，那这块土地刚好四面环山，都是啊，所以我们是在山里面。那当时盖这个房子是因为用木头，然后可以跟这个大自然可以做整体的结合，让它自然的元素是感觉融为一体，而不是很突兀的钢筋水泥，是没有错，用心灵哎。当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因为它在半山腰，所以它早上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山脉，也可以看到非常好的阳光跟白云。不过我们来这边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泡温泉。那一定要。这里的泉质很适合我们2个，是美人汤哦，是美人汤，对吧？为什么叫美人汤？为什么呢？哦，因为它吸起来滑滑润润。哦。还有它的水是偏碱性，偏碱性的。我们这温泉水是盐汤，所以等一下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水怎么没有冷水可以加，就是泡盐汤。哇。泡原汤很奢侈哎，完全不用水温去稀释。对我们来泡汤也是很重要，很重要。会变白变嫩吗？哦，会有一点，真的会哦。所以叫美人。你够白了，所以要每天泡吗？我比较需要，我们需要每天泡才会变白变嫩吗？色阶差8阶，天生丽质都 OK。哇，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 Villa 房真的好享受哦，真的太会安排了，就要感谢 Leo 哥。这个房型满意吧？很有度假感。我觉得很有度假感之外，我没想到就是这个房型里面居然还可以有独立的美人汤。这个池子的大小，我觉得是不管是闺蜜或家人都很适合一起。对，它这个 villa 很豪迈，给的空间宽敞，不会就是挤在小小的汤池或是浴缸里面，很舒适。而且我觉得它楼中楼的设计我好喜欢，虽然是好朋友或者好姐妹来，可是你就会觉得晚上睡觉还是很怕彼此打扰。所以我们一人一张床，一个人睡楼上，一个人睡楼下，刚刚好，有彼此的空间，然后又可以聚在一起。一家4口来也很适合。对，我觉得很适合，而且它旁边的这个就是木头的建造啊，跟这个石器的建造，我觉得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真的，你讲到古色古香，我又想到它从房间到汤屋是一层一层有拉门进来的感觉，是不是很像以前贵妃沐浴？没错，很像是开箱的感觉，一层一层剥开，看它里面有什么。命贵妃，一体贵妃。今天刚好晒过一个很酷热的太阳之后，我觉得来这边刚刚好滋养一下皮肤。对啊，我好喜欢自己这种滑滑嫩嫩的感觉哦。对，果然是美人汤哎。这个美人汤啊，其实它是硫酸盐泉，里面有10几种的矿物质，所以不管是对肤质、对身体都很有益处。常常泡真的是会越来越漂亮。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常常来耶。而且我觉得今天泡完感觉会更好睡。没错，因为全身的气血都比较畅通。对，比较畅通。尤其现在泡的这个环境，我觉得Leo哥真的是很用心，就连我们泡的浴池，它都是用石器的感觉，所以就会跟大自然很有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气氛，让我们觉得好像从户外到室内，其实心还是留在户外。没错，而且它是个小木屋的设计啊，让我们感觉在里面还是有一种森林感。泡完温泉很舒畅，超级舒畅。可是我觉得我肚子有点饿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找一个便利商店，我可能买个泡面啊，买个零食啊，然后买点饼干这样回去？你难得跟我一起出来旅行，我怎么可能让你吃泡面、零食这种东西？是，你看现在这边超级安静，根本就没有什么店家有开的吧？事实上也是。对啊，你看，因为玉里镇啊，真的到了过7点、过8点的时候，就开始逐渐趋于沉静。But 我已经打听好了，在玉里镇也是有夜生活的，也是有夜生活。我们要去的这间餐厅，它是晚上才开始营业，一直到凌晨的1点半，所以你在这边可以享受夜生活没问题。是哪一家？这里呀，你看，哇，真的有店呢！而且它门口的风格就很特别，有没有？这个空间给人很复杂的感受。对，一进来先看到一个有点复古的电视机，然后进来呢又看到有点好像现代感的一些装潢摆饰，然后还有中间这个柜台，
看起来也很像80、90年代那种，就是打撞球会有那种撞球或是老旅馆，对，有没有老旅馆会 check in 然后你看那边还有那个地卡拉 OK 可以唱歌的地方，方，就是而且还用那个丝带、红丝带跟霓虹灯，对但它又有很文青风的地方，没错，但又有一点法式浪漫，比如说很类似婚礼的这种装饰对，你摆看那边还有蕾丝，对，文青然后有点复古感。我刚刚发现我们主厨也很跳痛，主厨你也很复杂，你整体看起来超复杂。你整个人有一点法式厨师，可是又有点那种美式厨师会把袖子卷起来，有没有？对。然后又挂一个原住民的领巾，对，原住民。到底这里面是结合了很多你的想法，是不是？多元、复杂，对，多元友善。食物的部分是不是也很多元？对，都很多元，来自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融合在一起。所以它跟一般我们印象中的原住民风味餐不太一样嘛。有稍微做调整了，比如说炸物啊、面包果，以前早期的人只是拿来煮排骨汤、鸡汤，只是我这时候就是拿来炸出的，很像日式料理一样。来吃吃看。它是酒一层一层的，然后又有点像杏鲍菇吗？其实我有吃过面包果煮汤的料理，可是我觉得面包果煮汤的时候，并没有办法真正感受到面包果是一个什么样口感的食物，因为它都融在汤里了，喝的只是汤的味道。但是这样料理让我感受到面包果它本身是很 juicy 的，炸过之后外面的酥脆跟里面这个面包果它一半一半软软脆脆的口感融合在一起，会是很不一样的感受，会让人觉得很新鲜、很鲜甜，也没有炸物的油腻感。对。很好吃耶，真的很好吃。所以说我想要呈现说食物的原型的味道是甘甜的，就像人与人之间上来的味道，善良的味道是甘甜的，是甘甜的。对，有没有一种咬下去会滋啦滋啦的感觉？有，而且我咬到最里面有一个果实，哎，对，它也是可以吃的。对，它如同的像花生，对，花生米的感觉，有一个谷物在里面。除此之外啊，我知道翁是布农族，对不对？所以布农族是很擅长料理肉类的原住民族，因此我在这边看到3种不同的肉类呢。对啊，今天的这个鸡肉就是我搭配我看早上去山上采集的刺葱。所以你今天早上去山上采的？对，早上去采集。新鲜直送耶！其实早期很少在用了，现在人的饮食习惯改变了，会加了一些的刺葱。你是不是有加一点点米酒或是什么呛在里头？就是一点点的米酒，a little。好像 a little， 你还给我聊英文嘞 ？Just a little, are you sure? Because I smell 很跳痛哎，真的很国际哎，很多元。我觉得你的肉弄得非常的嫩，因为是刺葱帮的忙吗？就是有稍微做腌制，跟它很像马杀鸡啊。我看你的手就应该蛮入味这样。我刚刚吃了一片刺葱的叶子，我觉得有一点点像9层塔哎，清香，对，是清香的9层塔，然后吃起来也不会就很呛很辣这样子，但是有一点点椒麻的感觉，蛮特别的。就是你觉得用香料去做，但是它肉质又保持很嫩，其实就是很完美的配合。但我们刚刚吃的都是一些比较原住民风味的料理，但是这一个我真的觉得它很像法式菜，它是甜品吧？对，甜品，这是冰镇番茄。这是番茄，对，看起来超不像的，超不像番茄的。你对它做了什么，让它这么不像番茄？对，它的工序非常的繁琐，就是从制作到成品将近3小时的工作时间。这样要3小时呀？哇！因为它要烤，放凉，再冰冻，再炙烧、2杀，就是让感觉有点像焦糖的，然后再故意边会是柠檬皮吧？耶，柠檬皮就去削一削的，然后再口服。现在我要口服，所以现在我要口服了。冰镇番茄香的是里面很特别的，就是糯米、酒糟跟蜜血芒果的果酱，跟烤箱一起进去去烤。所以你把它
封在里面了哟。对，哇，你怎么自己讲一讲还自己吞口水？因为听到酒，猪猪你还好吗？关键字 keyword， 好舍不得哎。所以说我要展现我自己本身的布农族的文化脉络，因为布农族做任何的祭仪啊，都去山狩猎会用到小酒啊，所以说我今天用糯米酒糟代表我们文化故事的传承。我觉得很像就是大阪然后 juicy 版的糖葫芦哎，哦，真的啊，因为它外皮是脆脆的焦糖。它的内里会让我想到我们以前吃酒酿汤圆，或是桂圆汤圆的那种感觉。它里面有那个桂圆的香气，就是虽然是果实果酱，可是却让我觉得很温柔，是一个很温柔的桂圆香。而且里面的酒糟完全不会有那个酒酿很重的味道，它是一个香气非常浓郁，但是又很清爽。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秘密，我其实不敢吃番茄，结果你现在把它吃完了。你吃完了，所以其实人有时候不是不敢吃什么食物，是你没遇到料理对的食物。所以说每次我在出餐的时候，都会分享每道菜的不一样的故事，然后也是常常会出餐会动不动就唱歌这样之类的。那你刚刚出餐怎么没有给我们唱歌？对呀，没听到哎，你该不会钥匙都不见了吧？刚钥匙。那你现在假装你要出那个，假装你要出冰镇番茄，你唱一个。对，我就唱部落的比较特有的一个歌谣。拍手。阿狗今天不在家。婷婷，你看旁边，好漂亮哦，超舒服的裕富自行车道。老师，这条自行车道其实也是花莲众多自行车道当中，我觉得很经典的一条。对，这一条是原来旧火车道，从花莲到台东，它的日据时代呢，1908年盖的，总共盖了18年，是1926年盖好的。那这一条因为板块的位移关系，所以铁道现在移到比较靠西边山那个中央山脉下面。那这一条就改为裕富自行车道。最重要，它有一个板块位移。台湾人很幸福的是，所以我们这很简单可以看到一个板块交界处。我们裕富自行车道呢，因为板块位移的关系，所以每年会长2公分。每年长2公分，对呀。我们多想每年再长2公分啊！这真是神奇的地质哎，好神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讲裕富自行车道是一条会长高的自行车道。对的，台湾唯一的，太可爱了。唯一的一条道路。那老师，我们现在骑经的这一条河是秀姑峦啊，就是鼎鼎大名的秀姑峦。对，秀姑峦溪，对。所以老师，你说裕富自行车道以前是旧铁道。对，那既然是旧铁道的话，就表示我们现在骑行的这段路啊，它在早年的时候是往来货运或是有一些物资运输非常频繁、很重要的地段喽。对，刚开始通车的时候快车8小时，慢车12小时，可以出国了耶！真的耶，12小时差不多已经飞到澳洲了。对，好，那我们再来就到了那个板块交接处了。哦，板块交接处，对，我们已经到达了板块的交接处了。好可爱哦，这里还有脚印哎，脚印。所以老师，这个脚印的意思就是说，这一边的脚印是在欧亚板块。那一边的脚印是在菲律宾板块。像我们板块的交接处的话，我们提到是我们是世界唯二亚洲的唯一嘛。另外一个板块交接处是冰岛，
所以世界各地要碰到有板块交界的地方，其实不容易。但是以冰岛那个交界处啊，没有我们这边的交界处那么漂亮。但是板块交界处的话，它的优点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很丰富的景色，但是缺点就是板块推移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地震。对，那地震，所以因为板块的交界的挤压，所以每年都涨了2公分。这里。哇，那我们来体验看看一脚踏在欧亚板块跟另一只脚踏在菲律宾海板块的感觉。好兴奋哦！因为我之前只有在地理课本上面看到这2个板块，没有亲自来体验过，没有来看过那板块。在课本上都会觉得板块这个就离我们很遥远，对，这个名词好遥远，所以我们要用双脚来读书。你2边都踩的感觉好棒哦！走吧，我们就直接到我们的瓦拉米步道，马上出发了。对，就直接出发。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路啊，它叫做瓦拉米步道，也是大家熟悉的八通关越岭古道。我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走过八通关古道全线，如果从西边。从东埔那边嘉义开始走的话，走到玉里这边，总共是119公里。对，大概确的，但是这个5天。可是你5天很厉害呢，5天。因为一般人可能走8天。8天到9天。不好意思，因为我本身就是体能上面比较强一点。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了哦，已经习惯了。很累。可是我觉得很值得，是因为八通关古道这个越岭段，它是我们台湾3大越岭古道之中的一段，对不对？对，而且它是从日治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步道做工程。就是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对面呢，现在这个林线呢，它其实是清八，所以清八是清朝人移动的时候，然后移动的时候的林线的古道是在我们现在右上方对面那个地方。你是说清朝人他们要爬这么高的山？对，当时那时候西部的人往东边移动的时候是走林线，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不好意思，我刚刚不能说清代的人，所以清代人体能大英雄，对，这很厉害。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八通关越岭古道的瓦拉米，所以瓦拉米它的意思啊，其实是在指日语翻过来是蕨类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我们现在左手边这边几乎都很多的蕨，不一样的蕨。台湾其实本来就是蕨类的天堂，在瓦拉米这一段又可以看到更多的种类。对，大概全台湾蕨类被记录到有200多种，但是光这条路，就你走的八通关越岭古道全段这条东路，大概被记录到大概100多种。已经1半以上。1半以上，所以除了就是瓦拉米知道它是蕨之路，我们会讲蕨之路之外，其实在我们的布农族族语里面来说，马拉比其实就是老人家跟孩子说跟着我走。他其实跟着我走的意思，其实很多的意思在这个里面，比如说跟着我学习，跟着我在这个山里面得到的知识是跟着老人家一起走。所以瓦拉米它其实日语有在说蕨类，其实在族语里面来说也是跟着老人家一起走，跟着老人家一起学习的一条道路。好有意义哦，动人的一个老人家。所以跟着罗老师走吗？所以即便是只走瓦拉米古道，真正要走完的话，还是很长的。还是以为我们要走很长。没有，我们今天就到2.5公里而已。体验一下，以前在过去的路啊更平整，更平整，因为他们要推车啊，对，推车闹役啊，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可以踩着木屐走完这个全段这条道路哦，所以你可以这样想象，对，所以那时候的路况是比较这么好，比现在好的。其实木屐啊，在这样子的道路上，其实看得到它主要的来源呢哈，我们脚步稍微慢一点，停一下哦，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左右边有2棵树。对，这2棵树，它其实它的学名叫姜某，长江的江，某人的某，姜某一个人了，姜某人或者姜某，对，段
姜某在这日来走瓦拉米步道，对，那你就是田某，对，我是田某，田某段某，田某没有听过姜某吗？没有听过哎。好，认真。等一下，其实这棵树，它其实就刚刚讲的木屐，它其实主要的采自的来源就是这棵树。然后因为它够硬，它的质地够可以做木屐的树木。然后再来就是还有没有吃过池上便当？有。听说你们最近都在花东游走。对。那池上便当在过去以前是用木桃片。对。木桃片的那个便当盒的那个盒子啊。的材质来的来源也是姜某，所以那么再看到这棵好不爬爬不上去，但是事实上呢，还是会爬来，还是爬得上去。其实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在山上使用其实非常好用的，因为它是生的木材，就可以拿来做生火使用。它不用晒干，它直接锯下来就可以做生火。那个火会不会很大呢？它的明火不会很大，它就会变成炭火去烧。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属于生活日常使用的树木。对，大家要是有认识排湾族的朋友，排湾族的朋友呢，他其实这棵树也是对他们来说意义很重大，就是在迎娶嫁娶的时候，会所谓的传情彩九琼木。我有听排湾族的朋友说过，就是他们不要你送鲜花啊，或者是送巧克力这种没用的东西，送一款这个送很多的柴，就是我要跟你大把，我要跟你示爱的时候就送上一把柴。所以没有玫瑰花在上面，就是一把柴。因为我送一把柴给你，表示我很有能力啊，我很强壮，我可以保护你，我迎娶你，你来我家有很多柴火供你用，那生活无虞的意思。对，所以这棵树对排湾族其实对南岛民族原住民族是一个蛮重要的一棵树木，就是九琼木。所以它其实也代表爱情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没错，是浪漫的。会滑，注意哦。好，小心滑哦。好。刚刚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刚都讲很多的蕨类，对不对？然后这边很多蕨，但会特别介绍这个蕨也是蛮好玩的。然后就是这个，这也是蕨类，它也是蕨类。你觉得外观像什么？外观像羽毛。好，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工具的一个方向，它是工具。锯子。对，答对了，是锯子，所以它顾名思义就叫做拒绝。拒绝。如果有人跟我告白，我想要拒绝他的话，是不是可以？所以我送你一把柴，九琼那个传情树，然后我就可以拿这个，就拒绝。对，就被打枪了哈。所以这也是开玩笑讲的拒绝。所以原住民里面也有谐音梗，是不是？当然有啊，我们教这么久了，当然有。全台湾都有谐音梗。有可能是熊角鹰，有可能，因为它这边，但是以这个步伐看，这么大，这个应该真的是熊的步伐，它的路径应该是从上由下，因为它踩下去这一块很深，对，它应该是下来。那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呢，就是黑熊它在从上往下的时候，它是跟人一样这样子走下来，还是它是侧爬这样子倒退下来？应该是正面下去的，正面是它是正面下去，所以也听长辈说过，熊怕下坡，因为它的前掌比较短，所以它下去离地板很近，它自己的体重要自己承受。那它可以这样下，然后这边这么斜，很厉害，对，很厉害。所以刚刚在看，应该真的有点像是熊的哦。我们人类好弱，我还在想说这样下坡我们要倒退一下，我还是这样走。这是他们生活的空间呢，怎么可以跟他们比？不能，真的。好高哦，我起鸡皮疙瘩，还好吗？看前面，太远了。看那个肩膀啊，对，我看你们。我觉得山峰1号桥顾名思义，叫山峰桥，真的风来了。对，从那个山谷里吹上来的风，好凉快哦。就这种，其实也都不用说什么，去享受一下这边的感受，这边的环境，就蛮足够的。
我们等下就会到我们的2号桥了。听到瀑布的声音，而且已经感受到瀑布的水汽，好凉哦，好凉快，还得到了救赎的感觉。所以刚刚有点闷太久了哈，蛮热哎。而且因为你看这边这一块有没有很像原始森林？有对，里面之类的。以前听过更夸张，是小孩子来这边会说，老师你这边好像迪士尼的那个森林哦，这样。泰山的那个有像哦，很原始。那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要准备到我们的2号桥喽。 2号桥。对。所以顾名思义，像我们刚刚经过三峰1号桥，像这个就是三峰2号桥，短很多，很短。刚跟那个第一个调比起来，但是这边呢，其实它就是有一点历史的记忆在这个地方跟痕迹哈。现在八通关全段哦的越岭古道还在使用日本人的桥啊，在使用还在走的，应该仅此在东段的这一座了，就三峰2号桥了。好珍贵。对，所以其实很担心，有时候带小朋友会跳，有时候很想骂他们。就是说，也没有开玩笑的，就是说不要去破坏这个桥，从日本时代留下来。但是山谷下的石头很漂亮，没事。哇！因为我刚刚没抓到东西，吓我一跳。瀑布好漂亮啊！对，很漂亮。还好这样可以看到，而且我们是桥横跨在瀑布的上方哎，所以桥上有瀑布，桥下也有瀑布哎。哇，这边超高哎！这个是猎人饭包，猎人饭包。对，奖励是奖励哈，就刚通过完三峰1号桥、2号桥的奖励。这边风景超好的，就配这个 view， 就配这样子的食物哦。季节就是要骑193县道上的乐德公路啊，好舒服哦！我很喜欢这段路，因为你看这个小叶懒人形成了一整条的绿色隧道，真的是绿色隧道哎！而且因为你有没有觉得它的绿色是一直延伸出去的？除了小叶懒人这样盖着我们之外啊，往外延伸的绿稻田，再往外延伸的绿稻田，再往外延伸的山峦，我觉得它是一个层次很多的绿色。上帝在画田园画，对不对？哇，真的！而且这条乐德公路啊，我也很喜欢它的名称，叫乐德，是不是有一种怡然自得？在这里偷得浮生半日闲，乐的快乐。好喜欢这里哦！你看，有那个行动游击车哎，我们好幸运哦！它是一台会到处跑的邮局，到处跑，对，什么意思？巡回？因为在这一条公路上面啊，有非常多的部落，但是居民人数不多，对，所以呢，如果有一个邮局的话，邮局的业务量也不大。因此，邮局慢慢裁撤。那这个行动邮局车呢，它就是会提供各个部落居民定点定时。如果你想要存钱啦，或者是你想要寄信啊、买邮票，所有的邮局业务一样都可以办，都可以在车上办理。你不要小看这小一台车哦，真的所有的邮局业务都可以哦。是，连存钱都可以，存钱也可以哦，很方便，很棒。说不定车上很多钱呢。哇，好喜欢这样光影的感觉，好疗愈哦。没错。上就有一颗石石，然后它到白色，对不对？它就固定了，就可以。哦，这么快速？对，那这样就不烫了吗？非常烫。现在还烫吗？对，但是大概数到10。1、2、3、4、5、6、7、8、9、10。好，它不烫，就可以吗？温温的啦。还是会烫。
对对，然后就可以拿走，它就是一块，这个就是一块席的冰块。哦，对，因为席它可以导热导能很快，再就是它可以净化水质。所以很多人他不用冰块，他就是直接把席放到冰箱冷藏。我们家就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原理是如此。哦，对，因为它就不会有水跑出来，对，不会稀释掉你原来的饮料。对对，可以让水更甘甜。对，然后让酒更香醇。然后它还有抑制细菌的功能。哦，对，所以像我们泰式料理，对耶，泰国人我们吃泰国菜的时候，对，都是薄薄的这种席，然后它的水好像也没有特别冰，可是倒出来喝就很好喝，很冰凉。对，就是它如果碰到嘴唇的时候就开始冰凉，然后你手拿到的时候那个清凉感是不一样，非常高。对，就是透心凉。好，那你要试试看吗？好。这样好，可以了，好，然后提起来，然后挪到这边，迅速的倒，好，轻轻的就倒来，好，可以，这样就好。哎，我觉得我刚倒出来的这个形状我很满意，它有没有很像一个猫脸或是屁眼？有2个耳朵，哦，对耶，有，可爱。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挪到这边，好，好 ，OK。哦，就这样吗？可以，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剩下多的我们就倒回去。你的好疗愈哦。我们现在就拿这支蓝色的锤子，这支锤子呢，就是让它可以敲锤出有纹路。对。啊，这个敲的就把它敲下去。对，有哎。然后你要把它敲出很漂亮的晶晶亮亮的纹路。哦，所以我们敲的目的是为了把它表面敲就变亮。好，然后还有一些像这种就是毛发型的，我要。对，就是这些锤子呢都可以重叠，好容易敲到手，对，很可怕哎，其实蛮可怕的。那很边缘的地方怎么办？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边缘的地方呢，我们就把它立起来，像这样把它立起来，然后呢，一样用锤子的边缘，就是太容易敲到手了，就这样去敲锤它。我发现我是做完之后才有想法哎，真的？那你的想法是什么？这样是合理的吗？我就是刚刚好中间就是有一些我们刚刚经过很多就是石头地的地方，然后旁边呢，我就是想到昨天我们骑乘的地方，就左边有山，然后右边有海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这边有一点海浪的感觉。哎，我们两个不愧是好朋友，我的想法跟你一样，真的。对，因为我是没有敲石头，可是我呢这边就是老师，你有感觉出来吗？我这边是山形。哦，有哎，很明显。对，而且刚好你这2个耳朵就很像那个山林线。这2个耳朵，一个就是中央山脉，一个就是海岸山脉。哇，好会哦！敲完之后才觉得我觉得很像，是不是有明显了？有，超明显。哇，被称赞了。那我们就在纵谷这个地方哦，就是它凹下来，材质很丰富，很有喜欢。这些卤味都是阿公做的，对不对？对，都是你做的，好厉害哦！你今年几岁85。85，阿公看起来还很硬朗哎，还可以做卤味给我们吃，谢谢阿公。不客气，啾咪，阿公好热情哦！我们点一点小菜，阿公就自动自发帮我们夹菜。我觉得玉里这里啊，真的就是感受到很多的人情，对，人文风情，对。而且今天我们骑完了车，我真的就是要带你来品尝玉里面哦。所以玉里这边的玉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对不对？对，如果你到台南，大家会跟你说你要吃担仔面，那到玉里就是要吃玉里面。骑完车之后吃一个道地的小吃，就很有这种融入在地的感受。没错，我觉得这一碗我应该吃得完哎。每家的调味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到玉里吃玉里面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我也融入了在地，我也跟在地人一样，吃着这样的早餐，吃着这样的午餐，感受着这样的人情味。而且花
东纵谷其实不止玉里，你看这次我们从关山开始，一路骑到了玉里，甚至到了有点靠近瑞穗的地方。英宁自己的感觉如何？我觉得这一片土地特别的棒，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人文风情啊，或是他们在地小吃，都让我觉得很融入花莲生活，然后让我很喜欢就是这种很慢活的生活步调，然后徐行。对，而且我们设计就很需要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冥想，然后像我刚刚就是在骑车的路上，我一路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适合冥想的地方，就很适合放空，但是又可以很专注在我们的自行车道上面，我觉得很棒，而且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难，对不对？不会，完全不会，是非常适合我这种单车新手。你真的太会挑了，没错。而且我们讲说，没什么烦恼，来花东一趟是不能解决。对，什么烦恼都没了，烦恼都没了，每天都快快乐乐，开阔，真的。胃口